有过去那么大的。反正到了，贴了。注意看，中国小伙在国际擂台闯下大祸，因为下手太重，险些失手将日本拳王打死，直接打得他躺在擂台上一动不动，一度要昏死过去。短时间内无法辨别他是生还是死。刚才被打昏死过去的日本拳王叫西川智之，自从他在中国出现了连败战绩之后，就开始赖裁判拉偏架，心里特别不服气，而且还严重怀疑中国裁判没有做出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判决。可是这个西川智之在中国输掉的比赛，一般都是被重拳 KO， 或者是被中国选手当场打昏死过去。何来拉偏架偏袒中国选手一说？西川智之一生气就回到了日本，一直在日本潜心修炼，希望有朝一日继续来华挑战捞票子。苦练3年的西川智之再次来华挑战，这一次来华挑战可以说是今日不同往日，不仅押上了出场费，而且还押上了这3年所获取的所有金币。看来西川智之觉得自己又站起来了。今天晚上啊，朱宝通和西川智之他们赌上了自己的所有的这场比赛的费用，谁赢的人全部拿走，输的一个都没。中国小伙朱宝通则是发誓，一定会在擂台上狠狠暴揍西川智之，让其见识一下中国选手的厉害。话就不多说了，请长按3秒点赞。比赛开始，胖墩墩的小胖子是日本拳王西川智之。3年前朱宝通暴揍了西川智之一顿，3年后西川智之想找回属于自己的场子，所以苦练3年之后指名道姓挑战朱宝通，还押上了自己的出场费和3年所赚取的所有费用。看来西川智之为了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，真是下了血本。这样粗糙，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恐怖。而且西川智之绰号狂拳啊，就是那种不 KO 对手誓不罢休的那种感觉，而且他也经常在中国打比赛。一条。那么西川智之呢，我们也见过他的比赛，他的比赛呢耐力很好，非常好，而且他的权重是吧，有一种特点。你在赛场上看不出来他已经是37岁。胖乎乎的西川智之看起来非常抗揍，实则不然。朱宝通才刚打出2拳，西川智之就被吓跑了。从西川智之的表现来看，应该是不拿下比赛胜利誓不罢休。赢得比赛了，那就是必须 KO 和 TKO 对手，因为我们 Must Fight 的比赛规则是不 KO 就算平局。哎呦，高潮！那么今天队已经是被击倒的西川智之非常迅速，直接就站了起来。台下的拳迷粉丝瞬间沸腾。看来西川智之苦练3年也没练出来什么。到8的时候稳下来，那就可以再看一看。看朱宝通，哎呀，连续组合拳，有机会，手跟围绳了。刚才手不跟围绳已经倒了。朱宝通有没有机会？再来！被打晃的西川智之此时非常落魄，根本无法精准防守朱宝通所打出的拳脚进攻，连续的主动进攻也是打得西川智之摇摇欲坠。看来西川智之在这3年是练习了抗击打能力。这时候在膝上头或者高扫上头，躲开了后手，对吧？对方已经被拳了，有种站挺过了，又挺过来了，前后摆勾摆拳组合连击。你看看朱宝通的拳法，暂时没事，一点事没有，看硬扛住了，他的而且靠搂抱来拖延时间，抗击打能力是很强的。西川的报价有点低，又中了，搂抱。4拳。西川智之根本就不惧怕朱宝通所打出的进攻，那是因为西川智之的抗击打能力太过强大，就算是不防守让朱宝通也不可能在第一时间 KO 掉西川智之。拥有超强抗击打能力的西川智之非常士气非常足，挨打也要挨出来气势。组合拳。朱宝通一定要算好后手重击的距离，前摆打空了。我们看到今天的西川智之后手中3年前完全不同，他毕竟已经37岁，有体能，但是肌肉力不足了，拳的力量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大的杀伤。最终挨到成吨伤害的西川智之倒了下去，最后这几拳也是压倒西川智之的最后几拳。前面之所以能够不倒下，那是因为西川智之内心非常渴望复仇成功，可惜2位选手的实力悬殊过大，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。被打惨的西川智之当场昏死过去，生死未卜。真正的 KO， 对，今天最有统御力、最有说服力的一次 KO。恭喜朱宝通！再来看慢镜回放。
后手摆拳躲过，这是第一次读秒。这是手没拉围绳，第二次已经倒了。对，反过来了，这个躲开了最后这下，又躲开这一下，这一下被肩膀挡住了。这2次全是给防住了。嗯。组合拳算好了距离，拉开了一点，虚晃。就是这一下后手，再加前手，右手的后手拳，再后手，再前手，4下，4下。但真正是他右手的后手做的那下，非常致命，很准。最终，祝宝通获得了2番战的胜利。西川智之也是意识到了自己的缺陷，只提高自己的抗击打能力是不行的，全方位提升才是最优的选择。大家感觉祝宝通打得好的话，请多多点赞，让更多人看到祝宝通的硬气。